大家好，我是 SCGRJ 呢，就在昨天5月20号，MT 公布了将在6月1号施行的这个禁卡表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禁卡表的内容以及它会带来的影响吧。那首先是限制卡的部分，限制卡有2张，一个是篝火，一个是原罪宝。篝火是2限1，然后原罪宝是3限1，然后准限制的卡片是白龙的白之少女跟显示3限2，然后以及放宽的烙印融合1到2，然后解除限制的卡片是雷精灵的蓝跟白，然后还有河狸跟天蝶使徒。那首先我们先讲限制卡部分，限制卡的话，说实话完全不意外，因为其实这个月女人出来之后，大家很多人把目光又放回蛇眼身上。那我们在很多实战之后发现，蛇眼还是一样强，甚至他是几乎压着白龙在打的，就是在比较 rating 比较高分段的玩家的选择里面，蛇眼是相对更受欢迎的。对，那我自己也觉得这卡组完全就是该砍，不然下一次 DC 真的没有其他选择就是蛇眼，所以这边篝火2到1，然后原罪宝3到1，主要是针对最近比较流行的用真血攻加悬死神这种套路去调度蛇眼。那很多人就是昨天那个卡表一出来，然后就会我一开台，然后就会有观众问我说：“哎呀，主播这样子是不是就要去走什么光灵死班西那一套了？然后不能用这个真血攻悬死神盲喷了，因为几率下降了。”其实没有，因为原本原罪宝大概就带2张左右，那2到1其实我觉得也还好，说实话。但确实原罪宝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啊，因为这卡片就是它对锁鸟抗性嘛，然后就最简单可以直接连接到蛇眼，不管进墓地或是在场上就上手都有用。虽然本身不是一张很大的卡片，那篝火就不用多说，它是最优质的出动点跟补点。对，它除了中锁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所以这2个对蛇眼来说是伤的，但我觉得不会让蛇眼退出丙图。那后续我们这卡表讲完之后，我会给你们看一下新版的蛇眼应该要怎么去构筑。然后再来是准限制的部分，那准限制的话，我先讲白龙。我觉得这次砍也算该砍啦，因为使用率真的太高了，一般玩家的那个基数来说，白龙真的太多。你只要这个月你有在那个天梯打，你就会发现白龙真的好多好多，所以我觉得该砍。那闲适的部分，其实你投入地图也可以考虑，然后包括之前本来大家就会带的冰果机，就现在应该几乎是一定入构组了，因为就白龙就是一个凑组合的卡组，你只抽青眼或只抽原石都不太够赢，就你需要2边一起来，所以冰果机现在应该大家会更倾向去投入构筑，然后少女比较麻烦，因为少女是一张耐坑性更好的卡片，就它不会因为吃锁就用不了，或者它不会因为吃那个什么灰就没办法贴真实之光，所以少女这张卡片3到2比较难去取代。闲适的话倒还好，就地图基本等于闲适，但地图不可能等于少女。然后你放帝王海马的话会被圣元兽叼走，所以就整体来说有一段差距啊，但也不算不能弥补。我觉得在新卡包出来之前，白龙应该还是会是一个相对热门的主题啦，以我的见解来说。然后再来是烙印融合部分，这是我对这个卡表意见最大的地方。我觉得砍这些、这个放这些，我觉得都没啥问题，就都很合理。但他妈的，为什么烙印融合要被放出来呢？我就不懂。就这卡组，那每次这个前10。就很容易有他的身影，就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可能就1-2次、2-3次没有他的身影。他自从强化过后，几乎每次前10都有他的身影。那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这卡组还要放卡出来？你如果说为了卖卡，也太过分了吧？你在 DC 就 WCQ 世界赛预选赛前，你把这东西放出来，这很莫名其妙。就我不会觉得2个烙印融合会毁天灭地，就是会大幅的影响。就烙印原本烙印可能是还不错的卡组，变成主宰环境完全没有人能打，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它本质上不影响这个卡组，就是它就是影响上手率，但它就是一张强卡啊，你懂吗？就是有点像就是比如说这次蛇眼它篝火不是2限1，它是2开3，就很白痴啊！这不白痴吗？这很白痴吧，对吧？对不对？就这东西就维持1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蛇眼篝火2限1，
那突然变2开3，就很像我看到这个烙印融合1变2一样，就很奇怪，你懂吗？加一张确实上手率有加，而且比如说你被发动康，你可以再手拍一张，这个上限都差很多的，我觉得。但整体不太影响它在环境里面的定位，就是一套好打白龙，但是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好打蛇眼的主题。对，那我觉得就还是一样，就是高手限定的卡组啦。因为它的性质的关系，要大流行起来，我觉得蛮难的。就是有些人玩一半，他就是会把它放弃掉。那我觉得他也是有自己一些问题啦，就60卡组的原罪，那种卡手啊、稳定度啊这些，它是有一些问题的。但对我觉得他在会玩的人手里确实就是已经很强了。那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1开2好，所以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只能解释说，因为他想要卖烙印的意图，我真的觉得脑子有问题，对，脑子有问题，好，我完全无法接受，就这样，好，然后剩下雷精灵这个，我觉得我有试组一下，但试抽起来不是很好，就原本想说啊，他可以放灵王，可不可以拿来打烙印，但看了一下算了吧，感觉来送的。那就这整体怕狙啦啊！你说可以自锁，那你也做不了多少，对啊，我觉得不是很好，就雷精灵这个一般吧，就大家可以再试试看啊。克魔雷精灵就放不了灵王，放不了灵王，我就觉得你也没什么优势玩它，那你干嘛不玩克魔蛇眼？对，就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天顶没什么差，这个7进7出的卡片强啊。就是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我一下限1，一下限2，一下要开回3，又限回2，打我啊，笨蛋！天顶我是没看懂啦，好啦，随便，反正不重要。好，那简单来说就是蛇眼削弱，然后白龙削弱，烙印加强，但整体环境不会到超级大洗牌。我觉得就是顺位上从原本就假设你的目光放在 WCQ 的话，顺位上从原本你没有理由不玩蛇眼，变成你有理由去玩其他牌组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蛇眼现在是一个 OK 的选择，白龙也是一个 OK 的选择，烙印变成更 OK 的选择。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表后千年克伯蛇眼的构筑呢。篝火的位置我是放入了魔像，我觉得这个位置放魔像、放踢腿、放3战都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些是最接近篝火强度的卡片。对，再来的话，值得一提是这个构组放入了第2张女人以及这个班西哦。看到这边一定有人说，主播你不是一直说班西很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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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用？你为什么要用？对，那你先别急，你听我讲嘛。我说很烂，是因为你带了班西加光灵使加克罗佐，你花了3个格子去给那个使用率很低的转轴。但如果你只带一个班西的话，其实可以接受。那班西怎么出？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用2个女人叠就可以了，或是你甚至可以用雀金加女人叠。对啊，就那具体怎么出，怎么 combo， 这个你们自己稍微想一下。我觉得你只要知道2个女人可以叠，你应该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了。就是你一个女人可能用通招的，或是用真血弓去翻，然后另外一个女人用刻薄这边去吊住，就是用这个天之约这里去调度。那最差你也可以用落泪拉回来，就你只要凑到场上2个4就可以出班西，那就可以轻松的转入蛇眼。这个是昨天 RBT 在 X 上发的，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样子。好，那我之后可能也会再更新一下我蛇眼影片呢，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这样，那上面这是牌组代码，你们可以抄去试玩看看。如果卡表后啦，那卡表前你可以不用自虐，就不用先玩这套这样子。对，那就还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聪明，所以我目前是认可这个套路的。但之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玩蛇眼，我也不知道。我至少目前玩下来感觉还可以，大概就这样。那刚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光灵使、班西加克罗佐这个套路，我是严重诋毁的。我觉得你到底何德何能才要花3个额外，然后完全不提供后手强度跟这个踩场的功能去从克魔转入蛇眼轴，我真的不懂。对，所以不要再问我那个套链怎么样了。好，那再来是白龙部分，白龙就很简单，就是闲适的部分补了个地图，少女的部分补了个海马，那剩下都没什么变。那如果你觉得太多，你就可以拔掉放手坑之类的，就你觉得稳定度没问题就不行，好不好？
就白狼这个卡组大差不差的，就不影响 combo， 只影响上手率，这个我觉得就还好。那关于进卡表的简评以及环境预测，大概就是这样啦。我讲的不一定对，因为需要更多的实战去测试，然后以及下个月看卡包出啥，对，那才能决定整体环境。不过就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大概就这样。好。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然后记得给这个影片按赞。因为快接近预选赛了，所以最近更新影片的频率可能就不会那么高，就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一下，这样子就我自己也需要一些练习时间，好不好？那大概就这样，我是 FCGR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